我5岁那年妈妈去世，爸爸3个月后就领了新人进门，继母让我睡在没风的阳台上，冬天的风从铁栏杆缝里灌进来，冷得我整宿睡不着。我吃酱油拌饭，他们吃鸡腿，我考全班第3，奖状被撕成纸屑飘下楼。8岁那年，爸爸终于决定送走我这个累赘，他把我扔给了一个满脸烧伤疤痕的女人，我妈生前的工友。所有人都觉得我这辈子完了，但没人知道，那个被火烧毁了半张脸的女人会用她笨拙的右手一针一线把我的人生重新缝好。我妈死的那年，我5岁，我爸陈志远在妈下葬后第3个月就领了新人进门，那女人姓刘，带了个比我大2岁的儿子。进门头一天就把我的床铺搬到了阳台上，阳台没风，冬天的风从铁栏杆缝里灌进来，冷得我整宿睡不着。我去找爸，他正在客厅看电视，头都没抬。你刘姨给你安排的，听话。我只好回到阳台上，把妈留下的旧棉袄盖在身上，全成一团。那件棉袄上还有妈的味道，洗衣粉和炒菜的油烟味混在一起，闻着闻着我就哭了。3年过去，我8岁，棉袄上妈的味道早就没了。家里饭桌上4把椅子，我爸、刘姨还有他儿子陈浩各坐一把，第4把放着刘姨的挎包。我在厨房灶台边站着吃，灶台矮，正好适合你的个头。陈浩吃鸡腿，我吃白饭配前天的剩菜，有时候连剩菜都没有，就倒点酱油拌着吃。酱油拌饭其实也不难吃，吃习惯就好了。1年级开家长会，我考了全班第3，老师让家长上台领奖状，我爸没去，他说加班。后来我在陈浩书包里看到一张游乐园门票，日期就是家长会那天，奖状是我自己从老师手里接的，回家贴在阳台墙上。贴这干什么？碍眼！他把奖状撕了，纸屑飘到了楼下。我没哭，哭也没人看，不如省点力气。终于，我爸开始在饭桌上商量送走我的事，他的语气像在讨论处理一件旧家具。念念他妈那边有个远房干亲，好像姓沈，住在港镇，把孩子送过去吧。早该送了。我就在厨房站着，听得清清楚楚。他们知道我能听见，但没人在乎，就像在聊明天的天气。隔了几天，我爸联系上了那个人，电话打了很久，语气从客气变成恳求，最后近乎哀告：沈乔，你看你跟他妈的关系，麻烦你。电话那头不知说了什么，我爸脸色变了变，最终松口气：行，明天送过去。挂了电话，他看了我一眼，又飞快移开，像瞧见了什么不舒服的东西。那人靠谱吗？跟念念他妈以前是工友，后来厂里出事，脸烧了大半边，脾气古怪得很，不过好歹有个住处。脸烧了，不是疯子吧？管他呢，又不是我亲。他顿住了，我端着酱油拌饭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我是他亲闺女，但这话卡在嗓子眼里，我没吐出来，说了也没用。第二天一早，我爸把我的全部家当塞进一个塑料袋，2件换洗衣服，1双快磨穿底的布鞋，一支妈以前给我买的圆珠笔。他骑电动车把我带到了港镇，港镇在城郊，到处是废旧厂房和疯长的杂草，空气里全是铁锈味和潮气。一个废品回收站门口停着辆改装3轮车，我爸按了好几次喇叭，里面才走出来一个人。那女人很高，比我爸还高出半个头，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外套，袖管卷到小臂，右半边脸从颧骨到下颌是一大片疤痕，皮肤皱缩在一块，像被揉烂又硬捏回去的纸。右手也是，疤从手背一路漫到手腕里。她先看了看我爸，再低头看我，那只没有伤的左眼很黑很沉，像一口望不见底的井。我往我爸身后缩了缩，我爸把塑料袋递过去，那个沈乔孩子就放下，走吧。他嗓音极低极哑，像砂纸擦过铁皮。我爸如释重负，把袋子搁在地上，拍了拍我脑袋：念念听话，爸有空来看你。电动车的声音越来越远，我站在满地废纸板和旧瓶子中间，攥着那支圆珠笔。他不会来的，我知道。沈乔的影子把我整个罩住。进来。回收站后面是2间平房，他推开一扇门，里面有铁架床、旧柜子、一张折叠桌，床上铺着干净床单，叠着一床新棉被，是新的，塑料包装还没拆利索，商标牵挂在脚上。他是昨晚接到电话后去买的。沈乔把塑料袋放到桌上，转身往外走。我看着那道背影，他领口后面露出一截伤疤，也是烧的。那个，我攥紧圆珠笔，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还小。我该叫你什么？他停住了，回过头，那半张完好的脸上说不清什么表情。你妈给你取的名字叫什么？我妈起的是念念，但刘姨叫我陈多余，我爸没怎么叫过。他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把我也撵走。然后他抬起那只满是伤疤的右手，笨拙地碰了碰我的头顶，很轻，像怕把我碰碎。念念挺好，你妈给起的，不用改。那天晚上，我缩在新被子里，闻到洗衣液淡淡的薰衣草味。3年了，头一回睡在有被子的床上。我把圆珠笔压在枕头底下，小声说了句晚安。没人应，隔壁屋里安安静静。可我知道，那盏灯还亮着。在沈乔家住下的头3天，我没敢出那间屋子，不是他不让，是我不敢。刘姨有个规矩，不叫你就别出现在视线范围内，出现一次打一次。这个规矩长在我骨头里，3年了，比乘法口诀背的还熟。所以我缩在那张铁架床上，听外面的动静。沈乔每天4点多起床，3轮车发动机
的声音闷闷的响，轮胎碾过碎石路，出去收废品。中午不回来，傍晚才把车开进院子。他回来的第一件事是敲我的，不是推门进来，是敲，咚咚2下，不急不重。吃饭。第一天晚上，折叠桌上摆了一碗面条，葱花鸡蛋面，蛋煎的焦黄，边缘起了卷，卧在面上面。我盯着那碗面，手没动。在陈家，饭桌上的菜没人发话，我伸了筷子就是一顿打。沈乔坐在对面吃自己那碗，没看我，也没催。过了好一会儿，他头也不抬地说了句凉了，不好吃。我才拿起筷子，面条偏咸，鸡蛋煎过了头，有点苦，但面汤是热的，喝下去，从嗓子眼一路暖到胃里。我把汤喝得干干净净。沈乔瞥了一眼我的空碗，起身又下了一把挂面进锅，锅在灶上，饿了自己煮，挂面在橱柜第2层，鸡蛋在门后筐里。他是在告诉我这些东西我可以碰。在陈家，冰箱门上有密码锁，刘姨说小孩不懂事，浪费粮食，密码只有他和我爸知道。陈浩半夜能开冰箱拿冰淇淋吃，我渴了只能喝自来水。第二天，沈乔出门前在桌上放了10块钱，压在一个搪瓷杯底下，旁边写了张字条，字很丑，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写的。巷口有包子铺，6点开门，买什么都行。我把那张字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纸都快被我的汗捏透了。最后我只买了2个素菜包子，找回来的钱1分不差，放回搪瓷杯里。晚上沈乔回来，看到杯里的钱，看了看我，没说话。第3天早上，搪瓷杯底下压了20块，字条换了一张，上次给的也花掉，钱放着不会下载。我第一次在这间屋子里笑出声。第4天，我终于赶出门了。回收站的院子比我想的大，3面是用石棉瓦搭的棚子，里面分门别类码着废纸板、旧家电、塑料瓶和易拉罐。最里面一排是压缩打包好的废纸，方方正正，堆得比我高出2倍。地面扫得很干净。我后来才知道，沈乔每天出门前都会扫一遍，回来再扫一遍。院子角落有棵石榴树，树下拴着一条黄狗。看见我出来，那黄狗摇了2下尾巴，趴着没动。我蹲在树下，远远地看着它，不敢靠近。陈浩养过一条泰迪，有次我路过他身边，他朝我叫了2声。刘姨说我吓着了他儿子的狗，罚我在阳台跪了1晚，膝盖青了半个月。黄狗歪着头看我，呜咽了一声，把下巴搁在2只前爪上。它叫铁锤，不咬人。沈乔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3轮车停在棚子下面，他手里拎着个塑料袋，走过来递给我，试试。袋子里是一双白球鞋，不是全新的，鞋底有轻微磨痕，但鞋面洗得很白，鞋带换了新的。收废品收来的，人家小孩脚长得快，鞋还没怎么穿就不要了。他顿了一下，码数我估的，大了就垫个鞋垫。我脱掉快磨穿底的布鞋，把脚伸进去，大了一点点。沈乔转身进了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双剪好的纸板鞋垫，毛边用胶带包了一圈，他提前剪好的鞋垫垫进去，刚刚好。回收站下午没人来，你在院子里随便带，别碰那台压缩机就行。他指了指棚子里一台铁疙瘩，上面拉着红漆写的危险，那东西伤人。然后他坐到院子里开始分拣废品，他分拣的速度极快，左手翻，右手扔，纸板归纸板，书本归书本，铜线和铝线分2个桶。那只烧伤的右手不太灵活，小指和无名指蜷着，伸不直，但他从不因为这个慢下来。我搬了个小马扎，坐在旁边看他干活，他没赶我走。隔了一阵，巷子口传来自行车响铃的声音，一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骑车过来，在回收站门口停下。他看到了我，愣了一下，老沈，这谁家孩子？我的。你的？你行吧？上面要查暂住人口登记，你这新添了人，过2天把手续办一下。知道了。男人走后，沈乔继续分拣，好像刚才那2个字不值一提，我却一直盯着他的侧脸。左边那半张脸轮廓挺深，下颌线条很利，如果没有右脸那片疤，他年轻时应该是好看的。我不知道他的脸是怎么烧的，我妈在世的时候也从没跟我提过。我只知道一件事，她说我的时候，语气比我爸说了8年的我闺女都重。那天晚上吃饭，她煮了白粥，配了1碟咸菜和2个流油的咸鸭蛋，她把2个蛋黄都拨进了我碗里。你也吃？蛋白比蛋黄顶饿。后来我才懂，那是假话。咸鸭蛋最值钱的就是蛋黄，流沙的那种，一个蛋比1碗粥都贵。铁锤卧在桌下，尾巴扫着我的脚踝，一下一下，像个笨拙的钟摆。吃完饭，我第一次主动开口，沈阿姨，我可以帮你分废品吗？她刷着碗，背对着我。过了好一会儿，她说别叫阿姨，叫姐也行，叫名字也行，我不挑。又顿了顿，明天先去学校报名，书都念不完，还想捡破烂。水龙头的水声哗哗的，她语气随意，像在说一件早就决定好的事。那天夜里我又失眠了，这回不是因为冷，被子厚实得很，是因为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发芽，胀得慌，说不出名字。我把圆珠笔从枕头底下摸出来，在字条背面写了一行字，歪歪扭扭的，和他一样丑。念念今天吃了咸鸭蛋黄，像日记，又像是写给我妈的信。隔壁的灯还亮着，铁锤在院子里打了个呵欠，链子哗啦响了一下。
下，接着一切又安静下来。窗外港镇的风比城里温柔，也可能是一样的风，换了一扇窗就不一样了。沈乔带我去报名那天，骑的是那辆改装3轮车，车斗里铺了层硬纸板，又盖了块干净的棉布垫子。他让我坐在车斗里，嘱咐我抓紧边沿。3轮车突突突的开过港镇的街道，两边是早点摊子冒出的白雾，油条的香气一阵一阵飘进来。沈乔在一家包子铺门口停了车，吃过了再去，饿着肚子办不成事。他买了4个肉包子，3个塞我手里，自己拿了一个，边走边啃。我咬了一口，肉馅烫嘴，汁水滴在手指上。猪肉大葱馅的，在陈家3年，我吃过的肉包子加起来不超过5个，全是刘姨和陈浩生的咬了一半的，凉透了，面皮发硬。热的肉包子是什么味道？我快忘了。港镇小学在镇子东头，2层旧楼，操场是水泥地，篮板的漆掉了大半。教务处一个戴眼镜的女老师翻着我的户口页，抬头看看沈乔，又看看我。你是他什么人？监护人。学校规定，非直系亲属需要提供委托监护协议和原监护人签字，你有吗？沈乔没吭声，他当然没有。我爸扔下我的时候，连句完整的交代都没留，更别说什么签字协议。女老师表情有些为难，目光在沈乔脸上的疤停了一瞬，又快速移开。这样吧，你先把材料补齐。材料我去弄，孩子先上课不行吗？差几天材料，功课就得落几天。女老师张了张嘴，大概没见过来报名还能吵起来的。办公室里另一个年纪大些的男老师转过椅子，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沈乔。老赵，让孩子先上着吧，材料这周补上就行。他姓周，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副校长，也是港镇的老住户。沈乔冲他点了下头，算是道谢。出了教务处，他在走廊上站了站，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里面是200块钱，买文具和本子不够了再说。我还有圆珠笔，圆珠笔写作业老师不收，得用铅笔。你妈要是知道你拿圆珠笔写作业，该笑话你了。他提起我妈的语气很轻，轻得像怕碰翻什么易碎的东西。我攥着口袋里的信封，嗓子发紧。你跟我妈以前关系很好吗？沈乔没回答，他走在前面，右手插在口袋里，左手微微握着拳。走廊的日光灯打在他身上，影子拖得很长。走吧，我送你进教室。2年级3班，教室在1楼走廊尽头。班主任姓方，30来岁的女人，说话带笑，客客气气的把我领到最后一排靠窗的空位。沈乔站在教室门口没进去，隔着窗户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我听见3轮车发动机的声音从操场那边远去，突突突，越来越轻。周围的小孩开始打量我，前桌一个扎辫子的女孩回过头来，上下看了看。你跟那个收破烂的是一家的。我点头，她皱了皱鼻子。你身上有股味道。旁边几个孩子痴痴的笑，我低头闻了闻衣服，洗衣液的薰衣草味。他说的不是真的味道，他说的是收破烂这3个字的味道。我没吭声，把文具在课桌上一样一样摆好，铅笔、橡皮、作业本，用信封里的钱在校门口文具店买的，挑的最便宜的那种，找回来的零钱我夹在本子最后一页里。放学的时候沈乔没来接，他说过下午收废品要跑远路，赶不回来，让我自己走回去。从学校到回收站一条直路，15分钟。我背着新买的书包，最便宜的那种灰色帆布包，走在港镇的街上。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卖鱼的摊子前排着队，我看到了沈乔的3轮车停在菜场后门，他拎着一条鲫鱼从里面出来，鱼用塑料袋装着，尾巴还在甩。看见我，他脚步顿了一下，顺路买的。他把鱼往3轮车兜里一扔，语气别扭得很。鲫鱼便宜，港镇菜场的鲫鱼15块1斤，我识字，刚才路过看见了价签，一点也不便宜。那天晚上他炖了鲫鱼汤，汤熬成奶白色，他把鱼刺一根一根挑出来，挑得极慢极仔细。那只烧伤的右手抖得厉害，筷子差点夹不稳。但鱼肉放进我碗里的时候，没有一根刺。我把鱼汤拌进饭里，1粒米都没剩。吃完饭他收碗的时候，我看见他右手中指上扎了根细鱼刺，血珠子冒出来，他随手在裤腿上擦了擦，像没事一样。晚上我躺在床上，在字条背面接着写，今天上学了，有人说我身上有味道，写完觉得不够，又加了一行，鲫鱼汤很好喝。沈乔挑鱼刺的时候手被扎了，他没说，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我想了很久，再写妈，他对我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搁下笔，我盯着天花板上水渍的纹路，听隔壁屋里细微的动静。沈乔好像在翻什么东西，纸张稀稀度的声音，然后是很轻很轻的一声叹。铁锤在院子里翻了个身，链子响了一下。夜深了，他那盏灯还是亮着的。在港镇小学上了1周课，我搞清楚了几件事。方老师讲课喜欢点最后一排回答问题，因为他觉得后排的孩子容易走神。我被点了3次，答对了3次。他脸上那种意外的表情，每次都一模一样。扎辫子的女孩叫许甜甜，她爸在镇上开5金店，她妈在学校门口卖炸串。她是班里的孩子头，说什么别人就信什么。她说我身上有味道，于是全班都觉得我臭。我同桌换了2个，第一个男孩叫赵磊，做了3天，他妈跑来学校闹，说自家孩子跟收破烂的坐一块丢人。方老师给他换到了前排。第2个是个沉默的短头发女孩，叫江苗苗，瘦得跟豆芽似的，坐在我旁边，第1天就趴着睡着了。方老师喊她名字都没醒，她不嫌我，大概是因为她谁也不搭理。课间的时候，
我去上厕所回来，课桌里的铅笔盒被人翻过了，铅笔断了2根，橡皮被掰成了3块。许甜甜和几个女孩坐在前排，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我把碎橡皮拼起来，用铅笔刀把断铅笔削尖，继续写作业。在陈家的时候，陈浩把我的课本撕了，拿去叠纸飞机。我跟老师说课本丢了，老师让买新的，我没有钱。最后是语文老师自己掏腰包帮我买了一本，什么都没问。世上有2种人，一种使劲踩你，另一种什么都不说，把东西递到你手里。我分得清。周五放学那天下了雨，港镇的路没有排水沟，积水漫到脚踝。我站在校门口的屋檐下，看着雨幕发呆，书包里没有伞。出门时天还晴着，许甜甜撑着一把粉色小花伞从我身边走过，故意把伞沿压低，甩了我一裤腿的泥水。哎呀，没看见你。她捂着嘴笑，我低头看了看裤腿上的泥点子，没说话。这条裤子也是沈乔收废品时收来的，8成新，原主人嫌款式过时扔了。沈乔洗了2遍，在腰头别了个夹子，改小了尺寸。泥水进布鞋垫里，凉丝丝的。远处传来突突突的发动机声，3轮车歪歪扭扭的从雨里冒出来，停在校门口。沈乔从车上下来，一手举着把黑色大伞，另一手拎着个塑料袋。他身上的军绿外套淋得透湿，全贴在身上，但那把伞是干的，他一直举着没自己用。上车，我钻进车斗，他把伞递给我，自己淋着雨发动了3轮车。塑料袋里是一双雨靴，墨绿色的，崭新的，吊牌还在，不是收来的。我翻过吊牌，看了一眼价格，38块。预报说这周有雨，港镇路烂，布鞋不顶事。他提前买好了，就像那床被子、那双纸板鞋垫、那碗面条，所有东西都是提前备好的，像是他在心里列了一张清单，把我可能缺的、可能用到的一项一项划掉。回到家，他让我先去换干衣服，我换好出来，看到他蹲在院子里，雨已经小了。他把我的布鞋刷干净，塞了报纸团进去吸水，摆在门口晾着。那双布鞋是我从陈家带来的唯一一件还能穿的东西，底快磨穿了，他在鞋底沾了一层胶皮，又能穿一阵。他没扔掉它。晚饭是白菜炖粉条，加了几片薄薄的五花肉，锅底烧的是回收站捡来的废木头边角料，火不够旺，炖了很久。吃饭的时候，我忽然问他，沈乔，你为什么收留我？他嚼着粉条的动作顿了一下，你妈帮过我。怎么帮的？他放下筷子，右手无意识地摸了一下右脸的疤。厂里着火那回，别人都往外跑，你妈折回来拽我。他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我被铁架子砸住了腿，他一个人拖不动我，就趴在我身上挡。消防来的时候，他后背撩了一大片。我愣住了，我妈背上有一块疤，从左肩延伸到后腰，夏天也穿长袖。我小时候问过她，她说是小时候摔的，她骗了我。后来你妈嫁了你爸，搬去城里，我脸烧成这样，也没脸去找人。她端起碗喝了口汤。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我没怎么接。他说这话的时候，左边那只完好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被灯光晃过去了。你妈走的时候，我在医院。他炖了很久，久到粉条在碗里坨了，没赶上。屋里安静极了，铁锤趴在桌下，尾巴也不摇了，鼻子抵着我的脚背。他要是知道你在那家过成那样。这句话没说完，他咬了一下嘴唇，我看见他握筷子的右手在发抖，烧伤蜷缩的小指微微痉挛了一下。他站起来去刷碗，背对着我，水龙头开得很大，哗哗的水声盖住了所有动静，但他肩膀在抖。我坐在凳子上攥着筷子，眼眶热得发烫。原来他收留我，不是因为我爸那通近乎哀告的电话，是因为我妈，是因为10年前一场火里，一个人趴在另一个人身上，挡住了他下来的火。我端起自己的碗走到他旁边，踮着脚把碗放进水池里。他偏过头看我，右脸的疤在昏黄的灯光下纹路沟壑分明。我伸手拉了拉他湿透的袖口。沈乔，你明天出门穿件干的衣服，今天淋的，这件我帮你洗。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那天夜里，我在字条背面写了很长的一段。妈，我知道你背上的疤是怎么来的了，你从来不说，你什么都不说，你走了之后也什么都不说，但你把我能去的路都铺好了。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会儿，浅出一个小小的墨点。沈乔说没赶上见你最后一面。他刷碗的时候在哭，他以为水声够大，我听不见，我听见了。我把字条折好，夹在作业本的最后一页里。隔壁的灯亮了，整夜铁锤在院子里叫了一声，滴滴的，像在叹气。雨停了，港镇的夜里有虫子叫，叽叽的，一声一声，密密的织成一张网，把这间屋子裹在里面，暖和的。开学第2周，江苗苗跟我说了第一句话。那天中午，学校食堂的饭是土豆炖鸡块，我排队打了饭，端着盘子找位置，食堂里乱糟糟的。许甜甜那一桌的女孩看见我走近，就把书包往空位上一摆，嘻嘻哈哈的堵住。我端着盘子站在过道里，找了一圈没有空座。江苗苗坐在角落，桌上只有一个馒头和一杯白开水。她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把自己的书包从旁边的凳子上挪开了，没说话，就是挪了一下。我坐过去，你怎么只吃馒头？食堂的饭要钱。港镇小学的午饭5块钱一份，馒头不要钱，随便拿。我把盘子推到中间，一人一半。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盘子里的土豆鸡块，手指动了动，缩回去了。吃吧。我夹了一块鸡肉放到他馒头上，他咬了一口，腮帮子鼓鼓的，眼圈突然就红了。那天之后，我俩的午饭都是一人一半。我跟沈乔提了一嘴，说同桌家里条件不太好，中午只吃馒头。第2天，搪瓷杯底下压的钱多了10块，字条上写着一行字：2个人吃够了吧。
够了！日子开始有了点章程，每天早上6点起床，沈乔煮挂面或者熬粥，两个人在折叠桌前安安静静吃完。他出门收废品，我走路上学，放学先写作业，写完就去院子里帮他分拣废品。他教我认铜线和铝线的区别，铜的发红，铝的发白，价钱差1倍。教我看旧家电，哪些零件能拆下来单卖，哪些只能按废铁称斤两。脑子好使的人干什么都不亏。他把一把螺丝刀递给我，你拧，我拆。我拧螺丝，拧得比他还慢，他也不催。有天傍晚，我们拆一台旧洗衣机，他忽然说：“你妈脑子也好，厂里的技术考核每次第一。”我停下来看他，他已经低头继续拆了，像是随口一提，但他提起我妈的频率越来越高。上周说我妈爱吃酸的，这周说我妈字写得漂亮，1句2句，从不多说，像往干涸的河床里一滴一滴蓄水。我妈在我的记忆里正在变得模糊。沈乔在帮我把它一点一点捡回来。出事是在第3周的周3下午体育课自由活动，我和江苗苗在操场边上花坛沿上坐着说话，许甜甜带着几个女孩走过来，哟，臭味相投，一个收破烂的，一个吃白饭的，凑一块正好去要饭。她双手抱胸，下巴一扬，江苗苗把头低下去，肩膀缩得很紧。我没理她，接着跟苗苗说话。许甜甜大概觉得被无视了，脸色沉下来，她伸脚勾了一下我的书包带子，书包掉下去，拉链没拉，课本和文具洒了一地。我弯腰去捡，她一脚踩住我的铅笔盒。你瞪我干嘛？你那个收破烂的妈？哦，不对，她也不是你妈，你妈死了，她就是个捡破烂的丑八怪。我站起来了，她比我高半个头，我得仰着脸看她。你可以说我，但不许说他。我的声音在发抖，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许甜甜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伸手推了我一把，我没站稳，膝盖磕在花坛沿上，疼，但比起跪阳台一整夜的疼差远了。我撑着花坛沿站起来，膝盖渗出了血。江苗苗从后面拽住了许甜的胳膊，你别欺负她。苗苗的声音又细又颤，像风里的火苗，随时要灭，但她没松手。许甜甜甩开她，苗苗被带了个趔趄，摔坐在地上。操场上体育老师终于看见了，吹了声哨。等方老师赶来的时候，我膝盖在流血，苗苗手肘擦破了皮。许甜甜梗着脖子说：“我先动的手。”方老师把3个人带去了办公室，他让许甜甜先在外面等，问我怎么回事。我把经过说了一遍，没添油加醋，也没省略。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一句一句复述。方老师叹了口气，拿碘伏帮我擦膝盖的时候，手机响了，他看了眼来电，表情变了变。许甜甜的妈到了，5金店老板娘的嗓门能掀翻整条走廊。她站在办公室门口，指着我的鼻子骂：“我闺女手上有个红印子，就是她掐的，我要她赔医药费，要学校给说法。”方老师拦在中间解释，老板娘根本不听，就这种来路不明的野孩子也配进学校，跟这个满脸疤的疯子能有什么教养？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沈乔站在门口，他还穿着那件军绿外套，袖口沾着纸屑和灰，额头有汗。3轮车停在教学楼底下，发动机还突突的响着。他接到电话，直接开过来的，没熄火。老板娘的声音卡在嗓子里。沈乔很高，站在门框里，几乎要顶到门楣，那半张伤疤的脸在日光灯下比平时更骇人，蜷缩的皮肤纹路像烧裂的桃。他没看老板娘，他径直走到我面前，蹲下来看了看我的膝盖，碘伏涂过了，血还在渗。他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然后他站起来，转向老板娘：“孩子之间的事，你冲一个8岁小孩让什么？”他嗓音比平时还哑，像钝刀割铁丝。你闺女骂人推人在先，我家念念膝盖见了血，我找谁说去？老板娘张嘴要反驳，沈乔往前迈了一步，就一步，老板娘退了半步，后腰撞在椅子脚上。他一个小孩嘴上没轻没重，怎么了？没轻没重，这也叫没轻没重。沈乔把我的裤腿轻轻撩起来，磕破的膝盖青紫一片。办公室安静了几秒，周副校长从隔壁过来，大概是听见了动静，先把孩子领回去，你把事情经过写份书面记录。老板娘走的时候狠狠瞪了我一眼，沈乔挡在我前面，那一眼被他接了个正着。老板娘移开了视线，拽着许甜甜走了。走廊空了之后，沈乔重新蹲下来，从外套口袋里摸出一卷创可贴，他撕开一片贴在我膝盖上，动作很轻，烧伤的右手抖得厉害。对了，2次才贴正。疼吗？不疼。他看着我，那只左眼里全是我读不懂的东西，心疼、愧疚，还有一种像刀刃一样锋利的恨意。下次有人再动你，你就跑，跑回来找我，不管什么时候。我点了点头，鼻子酸了。回家路上，3轮车开得很慢，他一路没说话。我坐在车兜里抱着书包，看着他笔直的后背和被风吹起的衣角。到家后，他做了番茄鸡蛋面，这回鸡蛋没煎过，番茄切得很碎，汤酸酸甜甜的。吃完饭我写作业，他坐在院子里抽了一根烟。我从窗户看出去，他靠着石榴树，烟头一明一灭，铁锤趴在他脚边，下巴搁在他鞋面上。烟抽完了，他把烟头碾灭在鞋底，进屋洗了手，开始分拣下午没来得及处理的废品。夜里，我在字条背面只写了一行：妈，你把我托付给了对的人。日子过得像港镇巷口那棵老槐树的年轮，一圈一圈，不声不响地往外长。转眼我在沈乔家住了2个月，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1。方老师在班上念成绩的时候，教室里安静了几秒。许甜甜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江苗苗在桌子底下偷偷捏了一下我的手。放学，我把成绩单拿给沈乔看，他正蹲在院子里修3轮车的链条，满手黑油。他接过纸看了半天，嘴角动了动。
就一个字。但他那天晚上炒了个回锅肉，沈乔炒菜的水平在慢慢进步。刚来的时候鸡蛋煎糊，面条煮坨，现在至少回锅肉的火候对了，肥肉煸出了油，边缘微微卷起，蒜苗绿的冒光。我扒了3碗饭，他看着我的空碗，把锅里最后几片肉拨过来，慢点吃，锅又不会跑。嘴上这么说，筷子倒是很诚实。吃完饭我洗碗，他坐在门口整理白天收来的一批旧书，有几本品相还行的，他翻了翻，挑出来摞在一边。这几本你拿去看。我擦着手走过去，一本10万个为什么，缺了封面；一本安徒生童话，书脊用透明胶粘过；还有一本初中的数学课外题，前任主人在扉页写了名字又涂掉了。我才2年级，看不懂初中数学。看不懂就先放着，又不会过期。你妈以前也爱看书，厂里图书室的书被她借了个遍，有回还因为看书太晚，错过了打卡，被扣了半天工资。我抱着那摞书，又听到一滴水落进河床里的声音。周6不用上学，我跟着沈乔出了一趟车，3轮车开到港镇西头的旧厂区，那一带拆迁拆了一半，到处是断壁残垣和堆成山的建筑垃圾。沈乔跟一个包工头谈好了价，把工地上淘汰的废钢筋和旧电缆整车拉走，我帮他搬。废钢筋沉的超出想象，一根就把我压得龇牙咧嘴。沈乔看了一眼，没说别干了，只是把长钢筋截成短段让我搬。量力而行，搬不动就歇，别伤着腰。我搬了一上午，手心磨出2个水泡。中午他带我去路边吃了碗牛肉面，老板跟他认识，多加了1勺汤。老沈，这你闺女？闺女秀气，不像你。沈乔哼了一声，没接话。我低头吃面，嘴角翘起来，又赶紧压下去。下午回到回收站，他把今天收的东西过秤、登记、归类。我蹲在旁边帮他记账，用作业本的空白页一笔一笔写得整整齐齐。废钢筋320斤，单价1块2，384块；旧电缆80斤，单价3块5，280块。刨去给包工头的100块，今天净赚564。沈乔看了我记的数，点了点头，比我算得快。我数学考了100分。知道了，回锅肉已经做过了，别想再骗一顿。铁锤摇着尾巴凑过来，鼻子拱我的手心，正好拱在水泡上，疼得我嘶了一声。沈乔拿过我的手看了看，眉头皱起来。他进屋翻出碘伏和纱布，仔仔细细地处理水泡。那只烧伤的右手依然不太灵活，缠纱布的时候绕了3圈才弄平整。以后搬东西戴手套。你也没戴。我皮糙肉厚。他把纱布卷好，塞回药箱。药箱是铁皮的，有些锈，里面倒是齐全，碘伏、棉签、创可贴、退烧药、止泻药、驱蚊水，全是我搬来之后才添的。一个常年独居的人，受了伤用水冲一冲就完事，犯不着买这些。药箱是为我准备的。傍晚的时候，电话响了。沈乔的手机是那种翻盖老人机，铃声又脆又响，在安静的院子里炸开来。他看了一眼号码，眉头压下去了，接起来。对面说了什么？他的脸一寸一寸沉下去。你说什么？那种冷跟平时的沉默不一样，平时是水，这时候是冰。他在我这儿好好的，你现在想起来了？电话那头的声音隔着听筒也能辨出轮廓，男人，语速很快，带着讨好的尾音。是我爸。我在屋里写作业的屏住了。户口迁移，你把孩子扔出来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户口的事？对面又说了一串。沈乔突然笑了，那个笑声很短，像刀刃刻在石头上蹦出的火星。陈志远，我把话说清楚，念念现在跟着我，吃我的住我的，上学的钱我出，你要迁户口，行，你亲自来港镇，当面跟我谈。他挂了电话，站在原地没动。过了好一会儿，他转身看见我站在门口，我手里攥着铅笔，指节发白。他走过来，单膝蹲下，平视着我。你爸想把你户口迁回去，说新房子办手续，需要户口本上有你名字。我听懂了，他不是想要我，他需要我的名字。户口本上多一个未成年子女，拆迁或者学区之类的东西能多占一份。刘毅精明，不可能放过这种便宜。你想回去吗？我摇头，用力地摇了一下。那就不回，3个字像钉子钉进地面。那晚他在屋里翻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各种证件和旧纸张，翻了很久，抽出几张，对着灯看了又看。我看到他拿起手机，翻到一个号码，存了进去，备注2个字：律师。夜里，我在字条背面写了2行：妈，爸打电话来了，不是来接我的。笔尖顿了顿，沈乔说不回去，我也不想回去。这里有回锅肉，有牛肉面，有铁锤，还有他。隔壁的灯又亮了，整夜。但这次我觉得那盏灯不是因为睡不着，是在守夜。我爸来港镇是在那通电话之后的第5天，他没提前说。周6上午，我在院子里帮沈乔拆一台旧冰箱的压缩机，铁锤突然竖起耳朵，朝巷口方向呜了一声，一辆银色轿车拐进来，停在回收站门口。车门打开，我爸从驾驶座下来，副驾驶那边刘姨也下来了，手里拎着个水果篮，塑料纸包的花花绿绿的。我爸比几个月前胖了些，穿了件我没见过的深蓝色夹克，头发上抹了发胶，梳得一丝不苟。他站在满地废纸板和旧家电中间，皮鞋踩着碎纸屑，脸上挤出来的笑像尺子量过似的。刘姨倒是不装，她扫了一眼回收站的棚子和平房，鼻子几乎没皱，但嘴角那一撇藏不住。沈乔直起腰，手里还攥着扳手。我爸先开口，语气比打电话那天软得多。沈乔，好久不见，孩子在你这添麻烦了，
这点东西你别嫌。说是。沈乔把扳手搁在冰箱壳上，擦了擦手，站起来。他比我爸高，逆光站着，影子笔直的压过去。刘姨把水果篮往前递了一步，沈乔没接，他只好放在地上，塑料纸蹭着灰。我爸清了清嗓子，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打开，抽出几张表格。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城那边划了新学区，按政策户口本上的未成年子女可以享受优先入学资格。念念的户口还在我名下，我想着把手续理一理，你这边配合签个字就行。他说的又快又顺，像排练过很多遍。沈乔接过表格，一页一页翻，他识字不多，翻得慢。我站在旁边，踮脚看了几眼，有一页上面印着监护权变更的字样，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原委托监护人签字确认解除委托关系。他不光要迁户口，他要把沈乔的监护资格抹掉。沈乔也看到了那行字，他翻页的手停住了，抬头看向我爸，我爸的笑僵在嘴角上。这是走程序，流程需要，你签了字，念念户口回来，学区的事办妥了，孩子还可以继续在你这住。户口迁回去，监护权归你，孩子继续扔我这。陈志远，你当我不识字，还是当我傻？他把表格合起来，没还给他。刘姨站不住了，他往前迈了一步，嗓门拔高半截。沈乔，你也别把话说这么难听，念念本来就是老陈的亲闺女，户口在他亲爸名下天经地义。再说了，我们也不是不管孩子，这不是家里条件有限。条件有限，你家买得起轿车，买不起一碗热饭给孩子吃，酱油拌饭是你教他吃的，阳台上铺地睡是你安排的。刘姨的嘴张开又合上，脸色发白。我爸往前半步，伸手想拿回表格，沈乔退了一步，把表格折好，塞进自己外套口袋里。我找了律师，念念的委托监护是你主动提出来的，有电话录音。这5个月孩子的吃穿住行、学费、生活费，1分钱是你出的吗？你要走法律程序，我陪你走到底。院子里安静下来，铁锤的链子哗啦响了一声，他站起来，低低的朝我爸的方向呲了呲牙。我爸的脸涨成酱色，额角的青筋跳了跳，他盯着沈乔那张疤脸，嘴唇动了动，终究没骂出来。他转头看我，是那种很复杂的眼神，有恼怒，有心虚，还有一丝忌惮的说不清算不算愧疚的东西。念念，爸来接你回家，你跟爸走吧。我攥着手里的螺丝刀，站在沈乔身后。他说回家？哪个家？那个阳台上铺棉袄的家，那个冰箱上密码锁的家，那个奖状被撕成纸屑飘下楼的家。我没动。刘姨走过来蹲下，伸手要摸我的脸，她的指甲涂着酒红色的甲油，很长，差点划到我的脸颊。念念乖，妈给你收拾了新房间。你不是我妈。我退了一步，刘姨的手悬在半空，指尖微微发颤，她慢慢站起来，脸上的表情从和善碎成了瓷片。养不熟的白眼狼，跟他妈一个德行。这句话很轻，但我听见了，沈乔也听见了。他往前跨了一步，刘姨下意识后退，高跟鞋踩在一个空易拉罐上，差点崴了脚。出去，从我这个院子出去，以后没我同意，不许踏进来一步。我爸拽住刘姨的胳膊，脸色铁青，咬着牙说了句走着，瞧，拉着他转身上了车。银色轿车倒出巷子，轮胎碾过碎石头，嘎吱响了一路，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远，和5个月前那辆电动车一模一样，只是这一次我站在原地，身后有人。沈乔站了一会儿，弯腰把地上那个水果篮拎起来，打开看了看，苹果和橘子，超市包装的，贴着打折标签。他嗤了一声，把水果倒进铁锤的食盆旁边。铁锤加餐。铁锤嗅了嗅苹果，没吃，摇着尾巴蹭他的裤腿。他回头看我，脸上那种刀刃似的厉色退下去了，露出底下的疲惫。饿了吧？中午炒个西红柿鸡蛋。我跟着他进了厨房，他洗西红柿的时候，我看见他握水龙头的右手在抖，比平时抖得凶，不是冷的。他怕了，他怕法律上他什么也不是，他怕有一天真来了一纸文书，把我从这间平房里带走，还给那个装了密码锁的冰箱和没有被子的阳台。我走到他旁边，把水龙头关小了一点。沈乔，你别怕，我哪也不去。他切西红柿的刀停了。行。那天中午的西红柿鸡蛋炒得最好，西红柿出了沙，裹着蛋花，酸甜适口，汤汁拌饭，能拌2碗。下午他骑着3轮车出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张打印好的纸，他放在折叠桌上。你念给我听。那是律师你的一份委托监护权确认声明，最后一行写着，如原监护人要求变更或撤销委托监护关系，需经被监护人本人意愿确认及人民法院裁定。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完。沈乔听完，把那张纸折好，和铁皮盒子里的其他证件放在一起，铁皮盒子上了锁，钥匙挂在他脖子里，和一样东西贴在一起，一枚很旧的金属纽扣，表面磨得发亮，我认得那枚纽扣，我妈生前穿的那件灰色工装外套上的，左胸口袋上方第1颗扣子，她一直戴着。夜里我在字条背面写了3行，妈，爸来了，又走了，他要我的名字，不要我。沈乔找了律师，他说陪他走到底，我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但他手里有你的扣子，我觉得你也在帮我。隔壁没开灯，但我听见铁皮盒子打开又合上的声音，很轻，像有人在黑暗里握着一颗纽扣，一遍又一遍的摩挲。铁锤在院子里啃果，咔嚓咔嚓的，终于啃吃了。港镇的月亮很亮，从窗户照进来，刚好落在枕头边上。我把字条压在月光底下，闭上眼睛，
我爸走后的第3天，学校来了人。下午第2节课刚上完，方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周副校长也在，旁边坐着一个穿深色西装的男人，胸前别着工作证，上面印着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他姓孙，说话很客气，声音慢吞吞的，像在哄小孩。捏捏是吧？别紧张，叔叔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你现在住在哪里？跟什么人住？在那边过得好不好？我看了一眼方老师，他冲我微微点了下头。我住在港镇回收站，跟沈乔住。沈乔是你什么人？他是我妈的朋友，我妈去世后，我爸把我送过来的。孙叔叔在本子上写了几笔，又抬头看我。你爸爸说他想接你回去，你愿意吗？我盯着他胸前的工作证，塑料壳反着光。不愿意。能告诉叔叔为什么吗？因为他不要我，是他亲口说送走的。孙叔叔的笔尖顿了一下，他又问了几个问题，关于吃饭、睡觉、上学，有没有被打过？我一条条答得平平静静。最后他合上本子，笑了一下，说回去还要核实，让我别担心。他走的时候跟周副校长握了手，2个人在走廊里说了几句话，我隔着门没听清。放学，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沈乔，他正在给3轮车换刹车皮。听完之后，手上的动作没停，但拧螺丝的力气明显大了，扳手在螺母上打滑，他的指关节磕在铁皮上，蹭破了一层皮。他吸了口气，把手指放在嘴边吮了一下。他去屋里洗了手，出来的时候拿着手机，翻到那个存着律师的号码，拨了出去。电话打了20多分钟，他大部分时间在听，偶尔应一声或者明白。挂了电话，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翻那个铁皮盒子。他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摊在折叠桌上，我看到了好几样从没见过的东西。一张旧照片，边角发黄。照片里2个年轻女人站在一栋厂房前面，穿着同款灰色工装，胳膊挽着胳膊，笑得露出牙齿。左边那个扎马尾辫的是我妈，右边那个短发的五官轮廓和沈乔很像，但脸上没有疤，皮肤光滑完整，那是烧伤之前的她，真的很好看。照片背面有一行字，圆珠笔写的，是我妈的笔记，我认得，她以前给我写过10字卡片。1998年春，电子厂车间门口，我和阿乔，我妈叫她阿乔。除了照片，还有2张工厂的工资条，一份烧伤鉴定报告，一张出院证明，以及一份手写的东西，纸已经很旧了，折痕处快要断开，字迹是我妈的。沈乔犹豫了一下，把那张纸递给我，我轻轻展开，我自愿委托沈乔为我女儿陈念念的紧急监护人，如我发生意外，无法履行监护责任，请优先由沈乔照顾念念的生活与成长。陈雪琴，2016年3月，落款日期是我妈去世前5个月。她知道自己会出事吗？我不知道，但她提前写好了这张纸，交给了沈乔，像买了一份保险，保的不是自己，是我。律师说这个有用。他把那张纸小心地装进一个透明文件袋里，手写的委托书，有签名有日期，能作为证据，加上你爸主动把你送来时的电话录音，还有这几个月他没支付过任何抚养费的记录。他说到一半停住了，他大概意识到这些话对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太重了。念念，你只管上学，剩下的事儿我来办。我看着那张照片里我妈的脸，20岁出头的样子，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和我记忆里最后的模样完全不一样。记忆里她总是很疲倦，眼底青黑，但还是会在睡前给我讲故事。沈乔，我妈她是生病走的吗？她沉默了很久，铁锤趴在桌下，鼻子呼呼的喘气，尾巴轻轻扫着地面。查出来的时候就晚了，你爸不肯花钱治，等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在医院了。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从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我赶过去，他就跟我说了2件事，一件事让我拿好那张纸，另一件事他没说下去。另一件是什么？他说念念这个名字是想念的念，他会一直想着你。我攥着那张旧照片，指甲陷进掌心里，没哭。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哭了，在陈家的3年把眼泪存了下来，存着存着就干了，像拧紧的水龙头，再拧也拧不出来，但嗓子疼，特别疼，像吞了一团烧红的铁丝。沈乔伸出手把我拉进怀里，他身上有柴油味和铁锈味，还有洗衣液残存的薰衣草味。那只烧伤的右手搭在我后脑勺上，手指蜷着伸不直，但掌心是热的。我把脸埋在他军绿色外套的前襟里，很久，他没说别哭，也没说没事的，他什么都没说。铁锤走过来，把脑袋拱进我们之间，湿漉漉的鼻子蹭着我的胳膊。天黑了，院子里的路灯自动亮起来，惨白的光照在满地废纸板上。沈乔松开我，把照片和所有文件收好，锁进铁皮盒子里。他去厨房热了中午剩的粥，端到桌上。先吃饭。我坐在桌前，端起碗，粥温温的，红薯切成小块煮化了，甜味融在米汤里。吃着，眼泪终于掉下来了，无声的一颗一颗砸进碗里，和粥搅在一起。沈乔坐在对面，端着自己的碗，没看我，也没催我，安安静静的一口一口喝粥，像是在说想哭就哭吧，哭完了粥还是热的。那天夜里我没有在字条上写字，我把那张照片抠偷拿出来。沈乔锁盒子的时候，我多看了一眼密码，3个数字0315，我的生日。把照片压在枕头底下，和那支圆珠笔放在一起，一支笔，一张照片，一床新被子，一盏亮着的灯，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比在陈家的时候多了很多。隔壁传来沈乔翻身的声音，铁架床吱呀响了一下。沈乔，我对着墙壁小声说，隔壁安静了。
晚安。过了几秒，晚安。他的声音闷闷的，像从被子里传出来的。港镇的夜很静，远处有火车经过，铁轨的震动隔着几条街传过来，闷闷的响，像一颗很大很大的心脏在地底下跳。开庭的日子定在11月第2个周四。沈乔提前一天把3轮车洗了，又把那件军绿外套翻出来想穿，站在镜子前面比了比，脱下来了。他翻了半天柜子，找出一件深灰色的拉链衫，领口平整，没有破洞，大概是压箱底的衣服，叠痕还在。这件行吗？他转过身问我，语气难得有些不确定。行。他点点头，又把衣服脱下来挂在椅背上，拿湿毛巾把上面的褶皱擦了一遍。晚上他没怎么吃饭，坐在院子里翻律师给他整理的材料，厚厚一沓纸，他一页一页看，嘴唇微微动着，在默念那些他不太熟悉的法律用语。我写完作业出来，他还在看。沈乔这个字念裁，裁定的裁。去睡觉，明天早起。我进了屋，隔着窗户又看了一会儿。他把那份材料翻完了，合起来拍整齐，装进一个牛皮纸袋里。然后他从领口摸出那枚纽扣，攥在掌心里，低头坐了很久。铁锤伏在他脚边，一声不吭。第二天早上5点，天还没亮，沈乔把铁锤的食盆装满，水盆蓄好水，在院子门上挂了锁。他给我穿上最厚的棉袄，那是上个月他在批发市场买的，红色的，戴帽子。他自己穿了那件深灰色拉链衫，头发用皮筋扎了个低马尾。3轮车发动了，从港镇到区法院40分钟的路，天边一点一点泛白，路上几乎没有人，只有清扫车刷着马路，发出沙沙的声响。法院门口已经有人在等了。律师姓林，40来岁的女人，短发，戴黑框眼镜，说话很快，但条理分明。她是法律援助中心派来的。沈乔没花钱，材料都带了。沈乔把牛皮纸袋递给他，林律师翻了一遍，点了点头。孩子的意愿很重要，法官可能会单独问他。他蹲下来看着我，念念，一会儿法官问你话，你就说实话，想到什么说什么，别怕。我点头。8点45，我们进了法院，走廊很长，地面的瓷砖反着白光，每走一步，鞋底都发出轻微的吱声。沈乔走在我左边，林律师在右边，3个人的影子叠在一起。调解室在2楼，推门进去，我爸和刘姨已经坐在对面了。我爸换了套西装，领带打得歪歪的。他身边的律师是个年轻男人，打开电脑在翻文件。刘姨没有来，不对，他来了，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没进调解室。我经过的时候，看见他在刷手机，眼皮都没弹一下。法官姓陆，50多岁的女人，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他把双方的材料都过了一遍，然后看向我爸，陈志远，你主张恢复对未成年人陈念念的直接监护权，依据是什么？我爸的律师替他回答，说了一串法律条文，大意是生父享有法定监护权，委托监护不等于监护权转移。现在家庭条件改善，有能力也有意愿抚养孩子。陆法官听完，转向林律师，林律师站起来，打开牛皮纸袋，把材料一份一份递上去，电话录音的文字记录。我爸主动联系沈乔，要求托管孩子的全过程，包括那句把孩子送过去吧。我妈的手写委托书，5个月的抚养费记录，空白的。我爸没有给过沈乔1分钱。我在港镇小学的成绩单、出勤记录，方老师手写的情况说明，最后是卫保中心孙叔叔的走访报告。林律师念了其中一段，今时的走访，被监护人陈念念在委托监护人沈乔处生活状况良好，就学正常，身体健康，情绪稳定，被监护人明确表达不愿返回原监护人处的意愿。调解室里安静了几秒，陆法官推了推老花镜，看向我爸，陈志远，委托监护期间，你是否支付过抚养费用？那个经济上一时周转不开。你名下有一辆2019年购置的轿车，登记价格14万3。你妻子刘某名下有一间营业中的美甲店，月流水约2万元，请问这算周转不开吗？我爸的脸涨红了，他旁边的年轻律师低头翻了翻电脑，大概也没想到对方查得这么细。陆法官又转向我，念念，你过来。他的声音不像法官，倒像学校里年纪大的老师，慢慢的，软软的。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你现在跟沈乔住在一起，对吗？对。他对你好吗？好。怎么好？能说说吗？他给我买了新被子，是我去之前就买好的。他煮面给我吃，第一次煎鸡蛋煎糊了，后来越做越好。他给我买了雨靴，因为港镇的路下雨会积水。他教我分铜线和铝线。他帮我报名上学，老师不让，他跟人家急了。调解室里很安静。他挑鱼刺的时候手被扎了，没跟我说。他接我放学，淋了一身雨，伞一直举着没自己用。陆法官没打断我。他脸上有疤，是以前厂里着火烧的，我妈救过他，他一直记着。我妈走之前把我托给他了。我看向对面，我爸坐在椅子上，身体往后靠着，目光躲闪，落在桌面某个地方。我不想回去。这句话我说得很轻，但调解室不大，每个人都听见了。陆法官看了我很久，他摘下老花镜，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双方先回去等通知。走出法院的时候，阳光刺眼，沈乔站在台阶上，深灰色拉链衫被风吹得鼓起来。他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天，然后低头看我。饿了吧？他骑3轮车带我去了法院旁边的一家面馆，2碗阳春面，他又加了一份卤蛋。面端上来，他没动筷子。念念，
你刚才说的很好，他的声音有一点点抖，压着的那种，像绷紧的弦被轻轻拨了一下。不管结果怎么样，你说的那些比律师管用。我拿筷子挑起面条，吹了吹。我说的是实话。我知道。他低头吃面，右手捏筷子的姿势还是有点别扭，烧伤的小指翘着，使不上劲，但他吃得很快，面汤喝得干干净净。回家的路上，3轮车开过港镇的街道，巷口老槐树的叶子黄了，一片片往下掉，铺了满地。铁锤听见发动机的声音，在院子里叫了起来，尾巴摇的铁链子哗哗响。沈乔开了锁，铁锤一头扎过来，拱他的腿，他弯腰拍了拍狗脑袋，回来了。他说这2个字的时候，看的是我。那天夜里，我在字条背面写了一行字：妈，今天我在法官面前说了实话，每一句都是你教我的，不是用嘴教的，是用你留下的那些人和那些东西教的。隔壁安安静静，我把字条折好，和照片一起压在枕头底下。窗外的月亮又圆了一点。判决书是在12天后寄到的。那天下午我放学回来，沈乔坐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已经拆开了，里面的纸被他抽出来又塞回去，反复好几次，纸的边缘都起了毛。他看见我，把信封递过来，你念。我放下书包，抽出那张纸，法院的红头文件，盖着钢印，密密麻麻的法律用语，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有些词不认识，磕磕绊绊的。读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我停住了。综合考虑未成年人陈念念的实际生活状况、个人意愿及双方监护条件，本院依法裁定维持沈乔对陈念念的委托监护关系，驳回陈志远要求变更监护权的申请。院子里安静极了，铁锤趴在树下打盹，尾巴有一搭没一搭的扫着地面。我抬头看沈乔，他坐在那张旧马扎上，2只手搁在膝盖上，左手攥着右手的手腕，右脸的疤纹在午后的阳光里深深浅浅，像干裂的河床。他的眼眶红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眼眶发红，没有眼泪掉下来。他使了很大的劲，把什么东西压回去，压的眼睛里全是血丝。沈乔，我们赢了。他张了张嘴，喉结动了一下，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晚上想吃什么？回锅肉。他转身往厨房走，走了2步，又停下来。念念。他没回头，背影挺得笔直。你妈要是知道，该高兴了。他进了厨房，水龙头的声音，案板上切肉的声音，油锅噼里啪啦的声音，一样一样传出来。铁锤醒了，竖着耳朵往厨房方向嗅，摇着尾巴凑过去。我把判决书折好，装进信封，走进沈乔的屋子。铁皮盒子在柜子最底层，密码0315。打开盒子，把信封和我妈的手写委托书、旧照片、工资条放在一起，盒子快满了。我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作业本纸叠成的小方块，厚厚一沓，橡皮筋扎着。那些字条，每一张背面都有我歪歪扭扭的字。从第一天的念念，今天吃了咸鸭蛋黄，到法院那天的妈，我在法官面前说了实话。5个多月，20几张纸，有长有短，墨水深深浅浅。我把它们放进铁皮盒子里，压在照片上面，关上盖子，拨好密码锁。吃晚饭的时候，江苗苗来了。上个月他妈从南方回来了，在镇上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卖豆腐。苗苗中午终于能吃上热饭了，偶尔还带豆腐来跟我换着吃。沈乔多炒了一盘醋溜土豆丝，3个人坐在折叠桌前，桌子小，挤得膝盖碰膝盖。铁锤趴在桌下，轮流蹭每个人的脚踝。沈姐，你做饭好好吃。慢点，没人跟你抢。他往苗苗碗里又拨了2片肉，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这张桌子刚刚好，不用4把椅子，不用多出来一个放挎包的位置，3个人，1条狗，1棵石榴树，1间平房，够了。冬天来了，港镇下了第一场雪，石榴树光秃秃的，枝丫上积了薄薄一层白。铁锤在雪地里撒欢，爪印踩得到处都是。沈乔在院子里支了铁炉子，烧沸木头取暖，火光映在他脸上，疤痕的沟壑被橘红色的光填满了，看起来浅了很多。期末考试，我又考了第1名。沈乔把成绩单看了3遍，走到院子里举起来给铁锤看。看到没？第1。铁锤歪着头，伸舌头舔了一下指甲。别啃，口水糊了。他把成绩单用夹子夹在厨房墙上，那面墙以前什么都没有，水泥灰扑扑的，现在成绩单旁边还贴着我画的一幅画，美术课的作业，画的是一间房子，门口站着一个很高的人，旁边蹲着一条狗。方老师给了95分，扣的5分是因为房子画歪了。房子没歪，是地不平。过年的时候，他贴了副春联，红纸是回收站收来的尾货，裁成条，让我写字。写什么？他想了很久，就写平安吧。除夕那天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他擀皮我包，包得奇形怪状，有的像馄饨，有的像包子。他看了一眼，嘴角抽了一下。你妈的手艺可没传给你。我妈包饺子好看吗？好看，皮薄馅大，一个个像元宝。他教我的。他拿起面皮，3两下捏成一个圆鼓鼓的饺子，立在案板上稳稳当当。煮饺子的时候，锅盖顶着蒸汽噗噗响，外面有人放烟花，红的绿的光从窗户映进来。沈乔咬了一口饺子，愣了一下，从嘴里吐出1枚硬币。你什么时候塞进去的？包的时候，书上说吃到硬币的人运气最好。他把硬币在衣服上擦了擦，看了半天，1块钱的。他把硬币搁在桌上，低头接着吃饺子的时候，我看见他左眼角有一滴很亮的东西滑到颧骨上，被他飞快地用手背蹭掉了。我当作没看见，窗外烟花又炸了一响，满天金色。铁锤被吓得钻到桌子底下，脑袋拱着我的小腿，尾巴夹得紧紧的。行了，
一家子胆小鬼。他说的随随便便的，像这3个字不需要任何手续和公章。吃完饺子我刷碗，他坐在院子里没抽烟，那包烟上个月被他整包扔了，炉子里的火快灭了。于禁一明一暗，我搬了小马扎挨着他坐下，远处的鞭炮声零零落落。沈乔，嗯，新年快乐。他偏过头看我，港镇除夕的风很冷，炉子旁边是暖的，他右脸的疤在于禁微光里一明一灭，像什么东西在缓缓愈合。新年快乐，念念。他伸出左手握住了我的手，掌心粗糙，全是老茧。头顶最后一颗烟花炸开，金色碎屑纷纷扬扬往下落，像一场倒着飞的雪。铁锤终于从屋里探出头，摇着尾巴跑过来，绕着我们转圈。我仰头看天，烟花散了，露出后面的星星，很亮，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直望着这里。